最近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覺得工作更難找了，錢更難賺了，未來更模糊了。那不是心態不好，而是這個國家正在用史無前例的順差換取一代中國人持續下墜的現實體感。是的，數據很漂亮，漂亮到什麼程度？2025年，中國年內貿易順差衝到 1.07 萬億美元，同比暴漲 21%， 新增順差1885億美元，直接刷新歷史紀錄。什麼概念？把2024年全球前10大順差國全部拉出來，中國一家的順差比剩下9個國家加起來還多。你沒看錯，是還多。與此同時，離岸人民幣一度破7，市場開始高喊人民幣進入升值通道，中國外貿重回巔峰，國運反轉。但如果你真的身處國內，你會發現一件極其詭異的事：順差越大，錢包越瘪。數據越紅，體感越冷。今年前11個月，失業保險基金支出同比暴增 22%， 應屆生畢業即失業成了常態。CPI 同比只有 0.7%， PPI 卻是負 2.2%， 通縮像一張濕冷的被子，死死蓋在每一個普通人身上。問題來了，錢呢？那 1.07 萬億美元到底去哪了？按照傳統經濟學邏輯，貿易順差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外匯流入、貨幣寬鬆、就業擴張、居民收入上漲、企業資產負債表修復。簡單說一句人話，出口賺錢，國內分紅。但現在全反了，順差在天上飛，失業在地上爬。今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只增長了 1.9%， 而外貿出口卻是在補貼加持下增長了 6.2%。 這中間的差額像一道黑洞，賺的錢沒回來，留下的是一地冷氣。更諷刺的是，你以為順差是賣得多？不，這一輪順差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不敢買了。先看一組冷冰冰的數字：2025年前11個月，出口 3.41 萬億美元，同比正 5.2%； 進口 2.33 萬億美元，同比負 1.0%。出口在漲，進口在跌，順差怎麼算的？出口減進口，也就是說，只要你買的越來越少，順差就會越來越大。這不是繁榮，這是節食型順差，是省出來的，是餓出來的。換個更扎心的比喻，你對外拼命賣東西，卻再也不敢買進口商品。對方拿走了貨，你留下了數字。時間一長，對方發現你已經沒錢消費了，於是開始築牆、加稅、封門。這就是現在中國外貿正在面對的現實。順差看似強，結構極其虛。再拆一層，看清楚，中國到底在賺誰的錢？2025年前11個月貿易順差結構：北美2627億美元，同比負 20%， 少賺656億；亞洲4455億美元，同比正 39%， 多賺1255億；歐洲2850億美元，同比正 28%； 非洲892億美元，同比正 70%。 美國那邊確實少了，但中國並沒有被封死，而是迅速向亞洲、非洲、歐洲瘋狂外溢，尤其是東南亞、越南、柬埔寨、緬甸這些經濟體量本就有限的小國，卻成了中國順差暴增的主要承接方，順差增速動輒 30% 以上。問題是，這些真的是終端需求嗎？不是，大量是轉口貿易，繞關稅操作，在出口通道。這是一種極其脆弱的增長，因為只要地緣政治繼續惡化，只要保護主義繼續抬頭，這些國家隨時會關門。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墨西哥、加拿大在美墨加協定下，
順差明顯回縮。巴西、印度、土耳其陸續加稅，歐盟開始審查第三國轉口。今年很猛，但明年未必還能活。很多人最大的誤解是，順差等於錢回來了。錯，大錯特錯。你看到的順差只是貨物貿易賬戶，而真正決定國內有沒有錢的是國際收支。也就是說，不僅要看你賺了多少，還要看你把錢花到哪去了。一個冷到發麻的數據：2014至2025年，中國累計貿易順差超過7萬億美元，但外匯儲備卻減少了約5000億美元。錢消失了，不是沒賺，是沒留。僅2025年前3季度，經常賬戶順差4898億美元，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4733億美元，最後真正留下的只有165億美元。忙活一年，幾乎白幹。錢去哪了？答案很簡單，也很殘酷。第一，企業不回國了。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企業開始大規模向東南亞、拉美、東歐投資設廠。2025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接近800億美元，這些錢變成了越南的土地、巴西的廠房、匈牙利的生產線。第二，賺了美元不結匯，大量外貿企業選擇美元留在海外賬戶，吃高息、炒美股、還外債。第三，人民幣繞過央行直接出海。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大量貿易採用人民幣直接結算，錢根本不經過外匯結匯、央行占款這條路徑。2024年，僅跨境人民幣結算增量就增加了約3000億人民幣。這些錢在海外流通，不屬於你，也不屬於國內流動性。事情到這裡還沒完，因為國家還在給出口企業退稅補貼，出口退稅率普遍在13%左右。企業為了搶訂單，直接把這13%退稅讓利給海外客戶。也就是說，你辛苦生產，國家幫你補貼，老外買到全世界最便宜的貨。而國內呢，工業利潤增長只有 1.9%， 工資不漲，就業不增，消費不動，這哪裡是做生意？這分明是變身牛馬，補貼全球。這一切正在形成一個清晰而冷酷的輪廓：順差是國家的，通縮是百姓的，升值是系統的，失業是個人的。而這只是開始。如果你看到這裡，心裡已經隱隱不安，那說明你已經意識到一件事：這 1.07 萬億美元的順差並不是全民勝利，而是一場高度結構化、極端傾斜的分配遊戲。而你大概率不在被分配的那一側。很多人下意識會覺得，順差這麼大，肯定是無數工人加班加點幹出來的。不完全對。2025年前11個月，中國出口結構是這樣的：機電產品出口 14.89 萬億元，佔比 60.9%； 集成電路出口 1.29 萬億元，同比正 25.6%； 汽車出口 8969億元，同比正 17.6%。僅這幾項，對順差的貢獻率就超過 40%。這是什麼行業？不是靠人海戰術的血汗工廠，而是資本密集型加技術密集型產業。說句不好聽的，這不是工人的勝利，是機器人的勝利。到2025年6月，中國工業自動化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已經提升到 66.8%， 而在頭部企業華為、比亞迪、特斯拉等，自動化率接近甚至超過 90%。一條產線幾十秒下線一台車，燈一關，機器照跑。那人呢？不需要了。
從2010年開始，中國製造業從業人數就已經見頂，整整15年幾乎沒有增長。而這一輪出口爆發，恰恰集中在最不需要人的行業。這就是為什麼順差越高，場地廠妹越多被淘汰。再看一眼政策傾斜的方向，過去2年真正享受政策紅利的主要是這些行業：集成電路、28納米以下邏輯芯片、關鍵耗材免關稅、免進口增值稅、航空航天、C919量產加速、發動機、航電核心部件先徵後返，甚至直接免稅、高端醫療器械、MRI、手術機器人、核心零部件納入免稅綠色通道。這些行業有幾個特點：一、技術門檻極高；二、資本集中度極強；三、就業吸納能力極弱。換句話說，他們能撐起順差，卻撐不起就業。而另一邊是誰在墜落？2025年，服裝出口負3.6%，家具出口負4.5%，鞋靴出口負8.0%，旅行用品負12.7%。這些是什麼行業？是需要最多人的行業，是承載了無數底層就業的行業，是過去20年真正養活普通家庭的行業。但現在，他們正在被系統性放棄，退稅率下滑，訂單外遷，利潤被價格戰榨乾。於是你看到的現實是，順差在漲，失業在擴散。答案很簡單，也很殘忍。第三產業，過去25年，中國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從2億人暴增到3.6億人，淨增1.6億人。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把25年所有高校畢業生，外加被淘汰的製造業工人，統統塞進服務業，外賣、直播、銷售、客服、網約車、短視頻，看似熱鬧，實則內捲到極限。而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依舊只增長了 1.9%。機器人提高了效率，但沒有提高你的收入。再看一個被忽略的細節：2025年前11個月，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鐵礦砂負 9.4%， 原油負 12.1%， 煤炭負 23.9%， 天然氣負 9.4%， 大豆負 10.7%。按理說，成本下降，利潤應該上升，但現實呢？沒有，因為中國製造業有一個世界獨有的屬性：極端內捲。成本一降，第一反應不是漲工資，而是繼續打價格戰。於是結果就是利潤讓出去，工資不漲，消費不起，通縮繼續。很多人問，順差這麼大，人民幣為什麼能升值？答案其實很冷，不是市場選擇了升值，而是國家選擇了不能貶。在一個外匯管制體系下，離岸人民幣市場不過是1至2萬億規模的小水池，只要央行在離岸市場收緊流動性，HIBOR利率飆升，空頭就會被直接碾壓。所以匯率從來不是會不會，而是讓不讓。而現在的答案是不讓，因為一旦大幅貶值，資本外流失控，金融體系承壓，銀行結構會崩塌。所以可以犧牲房價，可以犧牲消費，但不能犧牲匯率。到這裡，所有線索已經拼完整了。這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場國家意志主導的豪賭。用順差撐起人民幣國際化，用補貼托舉高端製造，用普通人的體感換系統穩定。於是你看到，數據越好，生活越冷；順差越大，機會越少。升值在賬面，通縮在現實。
這不是失敗，這是選擇。所以，別再指望宏觀數據能改變你的命運。順差再大，如果你不在分配鏈條上，它與你無關。每一輪工業革命，本質都是一次財富的暴力洗牌，而絕大多數政策只會讓財富加速向少數人集中。如果你問，那普通人還能做什麼？答案並不浪漫。別把全部希望壓在實業，別輕信數據反轉等於機會來了，別把一生賭在單一系統裡，分散資產，控制風險，不瞎折騰，不做獻祭品。在這個時代，能看穿本身就是一種幸存。順差萬一不是你的盛世，但清醒至少還能保住你的位置。